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很多60多岁的长辈，原本走路还虎虎生风，买菜爬楼梯一点问题都没有，偏偏在一场看似平常的手术之后，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不是半身麻木，常年卧床，就是从此认知严重退化，连自己最疼爱的儿女名字都叫不出来。再严重一点的，甚至手术才刚结束没多久，就在加护病房里默默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医生技术不好吗？还是手术本身出了大问题？都不是。真正的答案藏在一个医界心知肚明，却很少主动在门诊里对家属说清楚的秘密里。当人体越过67岁这道无形的生理门槛，身体对于创伤的反应已经和40岁、50岁时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个67岁门槛究竟是怎么回事。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老年医学中心在2019年发表过一份追踪报告，他们花了将近10年，观察了接近2万名接受中大型手术的患者，发现从65岁开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就会逐年攀升，但真正出现断崖式恶化的转折点，平均落在67岁前后。这个年龄段的身体肌肉量已经比30岁时少了30%以上，心肺储备功能减少了40%，肝脏代谢药物的效率降到年轻时的60%，肾脏过滤率几乎只剩一半，免疫细胞的反应速度更是大幅下降。同样一刀下去，年轻人3天就能下床散步，银发族可能要整整躺上1个月，年轻人1个月就能重返职场，长辈却可能复健整整1年都还没办法独立生活自理。更可怕的是，老年人只要连续卧床超过10天，肌肉就会以惊人的速度流失，每天流失的速度是年轻人的3倍以上。一旦肌肉掉到一个临界值，人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这在医学上叫做费用性萎缩，是无数老人从手术台走向轮椅，再从轮椅走向终点的元凶。而且不只是肌肉，卧床超过2周，骨密度也会明显下降，肠胃蠕动变慢，肺部容易积痰引发肺炎，泌尿系统容易感染，甚至连心脏收缩力都会减弱。你现在能理解了吗？对年轻人来说不过是一场小手术的事，对67岁以上的长辈来说却可能是一场生死之赌。还有一个医界不太爱讲的真相是，老年人的身体有所谓的生理储备消耗理论。什么意思呢？一个80岁的长辈，他的心脏、肝脏、肾脏就像是已经用了大半的电池，平常看起来还好好的，但其实储备能量已经剩没多少。一场大手术就像突然接上一个超大功率的电器，瞬间就把剩余的电量抽干。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长辈手术前看起来精神还不错，说说笑笑的，但手术后整个人就像被抽掉灵魂一样，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这不是家属的错觉，而是实实在在的生理现象。医学上叫做手术诱发的加速老化。研究显示，一场大手术可以让长辈的生理年龄瞬间老上5岁到8岁，而且这种老化是不可逆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盘点一下，67岁之后有哪6种手术是长辈们需要特别慎重，千万不要在医师说一句话就急主在同意书上签名的重大决定。看完这支影片，请一定要分享给家里的长辈，可能真的能救他们一命。第一种要特别当心的是腰椎融合手术。很多长辈上了年纪，腰酸背痛已经成为日常，走不了几步就要坐下来休息，蹲下去就爬不起来。医学上叫做腰椎管狭窄症或者退化性脊椎滑脱。这时候很多医院会建议做腰椎融合手术，把2-3节甚至更多节的脊椎用钢钉钢板永久固定起来。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既然骨头松脱了，锁紧不就好了吗？但是美国脊椎外科医学会在2017年公布的一份追踪数据非常惊人，65岁以上接受腰椎融合手术的患者，术后5年内再次开刀的比例高达6%，术后1年内出现心肺并发症的比例接近2%。更可怕的是，有将近1成的患者在术后3个月内出现认知功能明显下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腰椎融合是一个要趴着开长达4到8小时的大手术，全身麻醉加上长时间趴姿本身就会让老人家的脑部供氧量下降，胸腔被压迫，呼吸困难，再加上术后剧烈疼痛导致长期卧床，
脊椎一旦被钢钉锁死，上下截断的关节就会加速退化。很多长辈开完一次，接着要开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整条脊椎都被锁住，反而连翻身都做不到，形成医学上所说的临近截断症候群。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更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67岁以上的单纯脊椎狭窄患者接受保守治疗，也就是复健加上核心肌群训练，加上神经阻断注射，加上消炎止痛药，2年后的生活品质评分和开刀组几乎没有差别，但医疗花费却只有开刀组的1/5，并发症更是少了将近70%。我认识一位72岁的长辈，原本走路就很吃力，被诊断为腰椎狭窄第4节到第5节，医师建议做融合手术，他儿女一片孝心，砸了将近50万，做了当时最新的微创融合。结果呢，手术后的剧痛让这位长辈整整躺了2个多月，连翻身都要人帮忙，肌肉快速流失，从走路吃力变成根本走不动。更糟糕的是，第2年第6节又开始退化滑脱，医师说要再开一次，家属这时候才醒悟过来，拒绝了第2次手术，改用复健和神经阻断治疗，才勉强维持现在还能慢慢走的状况。所以如果家里长辈没有明显的大小便失禁或下肢急速无力，这类必须立刻开刀的危险症状，腰椎融合手术真的要三思而后行。记住一句话，脊椎是人体的中轴，一旦锁死就是永久锁死，没有后悔药可吃。第2种需要审慎评估的是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很多阿公阿嬷走路膝盖痛，上下楼梯像刀割，诊断出来是退化性关节炎第3期、第4期。医师很常一句话就说，换个人工关节就好了。这句话听起来太诱人了，好像换了就能重新当年轻人，换了就能爬山跳舞，做什么都行。但真相呢？刊登在2020年英国医学期刊的一份大规模研究，追踪了超过50万名膝关节置换患者，发现70岁以上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1年出现深层静脉血栓的几率是年轻患者的4倍。人工关节松动需要再次置换的几率，每增加5岁就多出2成。更重要的是，大约有2成的长辈在术后1年主观疼痛感受反而比术前更严重。这个数字让很多家属感到难以置信。为什么？因为年长者的本体感觉系统已经退化，换上一个金属钛合金加塑胶衬垫的人工关节，大脑无法像年轻人那样重新学习新关节的动作模式，于是走起路来总觉得怪怪的，仿佛膝盖里卡着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异物。而膝盖外围的软组织、韧带、肌腱本来就因为长期发炎而变得僵硬脆弱，手术中大范围的切割破坏，加上老人家复健意志力和体能都不如年轻人，结果就是越复健越痛，越痛越不想动，越不动肌肉越流失，最后坐着轮椅比手术前更惨。还有一个被很多医师轻轻带过的风险，就是人工关节感染。70岁以上长辈的免疫力下降，一旦术后伤口感染，细菌沿着人工关节形成生物膜，抗生素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很多人要面临取出人工关节、清创，再装新关节的2次甚至3次手术，整个过程可能要住院半年以上。这对银发族来说简直是地狱般的折磨。那怎么办呢？其实对于67岁以上的退化性关节炎患者，高浓度葡萄糖增生疗法、玻尿酸注射、血小板血浆注射 PRP， 加上科学化的肌力训练，配合体重控制，临床上80%以上的患者都能明显改善疼痛和功能，而且完全不用承担开刀的风险。日本大阪大学整形外科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更显示，对于70岁以上的中度退化性关节炎患者，每周2次，持续1-2周的股四头肌强化训练，膝盖疼痛指数可以改善50%以上，效果和人工关节置换差别不大。真的走到最后一步，单颗置换也往往比全膝置换对长辈更友善，恢复期只有全膝置换的1半，肌肉破坏也少很多，出血量更是只有全膝的1/3。请务必记得，膝盖不痛的关键从来不是换一个新的关节，而是让周围的肌肉强壮起来，把关节好好撑住。第3种要再三斟酌的是心脏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开胸搭桥。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手术，要用电锯锯开胸骨，暂时停止心脏跳动，接上人工心肺机，从腿上或胸廓内取下血管当作桥梁，接到阻塞的冠状动脉上。光听这个过程就让人心惊肉跳吧。很多70岁左右的长辈因为胸闷、胸痛去做心导管检查，发现3条血管都有狭窄，医师就会建议做绕道手术一次解决，说是一劳永逸。但是美国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在2021年发表的统计显示，75岁以上接受传统开胸绕道手术的患者，术后住院期间死亡率在 4% 到 8% 之间，术后出现手术后谵妄的比例高达30%以上。更令人心碎的是，有 15% 到 20% 的患者术后出现长期认知功能障碍，专业术语叫术后认知功能障碍，英文缩写是 POCD。很多家属会说，爸爸妈妈开完心脏刀之后人就变了，不是原来那个精明能干的长辈了，变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候半夜坐起来自言自语，有时候根本认不出自己的配偶，就是这个原因。人工心肺机运转时会让大量微小气泡和微血栓跑进大脑，对老年人脆弱的脑血管来说就是一场浩劫。你可以想象成原本只是有点生锈的水管，硬是用高压水枪冲洗，水管虽然通了，但管壁也被冲得千疮百孔，而且麻醉时间长达6到10小时。这段时间脑部血流灌注不稳定，本来就已经退化的神经细胞大量死亡，就再也长不回来了。除此之外，开胸手术要用钢丝把锯开的胸骨重新固定，很多老人家本来就有骨质疏松，胸骨愈合困难，咳嗽打喷嚏痛到不行，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很多人因此不敢深呼吸，导致肺部塌陷感染，引发院内感染肺炎，这是老人家手术后的第2大杀手。那有没有替代方案？有，而且很多。对于稳定型心绞痛的长辈，现在的心导管支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放个药物涂层支架，隔天就能下床，1个礼拜就能回家，几乎看不到大伤口。对于更复杂的多支血管病变，还有不停跳绕道手术，不需要人工心肺机，对大脑的冲击小非常多。还有最新的最佳药物治疗加上心脏复健运动，多项国际大型研究都证实，对于许多70岁以上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长期存活率跟开刀比起来差别其实不大，有些族群甚至药物治疗组还活得更好。关键是一定要找一位真正客观中立的心脏内科医师再评估一次，不要只听一个开刀的外科医师的意见就决定锯胸骨。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绝对不能选的选项，每个医疗决定都有它的机会成本，这一点是我们做家属的必须要弄清楚的。第4种需要冷静思考的是晚期癌症的大型根治性手术。很多长辈在体检或者偶尔肚子痛中发现癌症，家属一听到癌症2个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医师会说要斩草除根才不会转移，于是一片孝心就安排了胰脏全切、胃全切、肝叶大切除、食道切除加胃上提这类动辄8到12小时的超大型手术。但是美国外科医学院在2022年发布的指引非常明确地指出，70岁以上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任2项的晚期癌症患者，接受超大型根治手术的30天死亡率高达 12% 到 18%， 就算侥幸活下来，能够恢复到术前生活品质的不到30%，而5年存活率和接受姑息性治疗加上标靶药物、免疫治疗的患者相比，差距不到8个百分点。换句话说，为了可能只多活1到2年的渺茫希望，长辈要赌上立刻死在手术台上将近20%的风险，还要承受术后长达数个月到1年的卧床、管路、换药、营养不良和无尽的疼痛，最后即使活下来，也可能是一辈子再也无法自理的卧床人生。这是一笔多么不划算的账啊！我认识一位78岁的伯伯，发现胰脏癌后，家属立刻安排了惠普式手术。这个手术有个可怕的外号，叫做外科皇冠上的明珠，意思是难度最高的手术之一。伯伯在手术台上躺了11个小时，结果术后出现一夜漏、腹腔感染、败血症，在加护病房躺了将近3个月，从一个会打太极拳的硬朗老人，变成只能靠鼻胃管进食、全身插满管子的枯槁病人。
撑了4个月还是走了。家属事后哭着说，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宁愿让父亲在家里好好吃饭、喝茶、看孙子，平静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现在的癌症治疗已经进入精准医疗时代，标靶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细胞治疗、光子刀、质子刀、重离子治疗，这些新武器很多时候比大开大合的根治手术更适合银发族。所以当医师提出要做大型根治手术时，家属一定要冷静地问3个问题。第一，不开刀的预期存活期是多久？第二，开刀的30天死亡率是多少？第三，术后预期生活品质和术前比较会差多少？问清楚这3题，很多长辈的命运会完全不一样。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姑息治疗不是放弃治疗，现代的安宁缓和医疗可以让癌症患者在几乎没有痛苦的状况下好好生活。很多欧洲研究显示，接受早期安宁照护的晚期癌症患者，存活期反而比激进治疗组更长，因为他们避开了治疗副作用带来的身体崩溃。第5种要特别小心的是消化道的减重手术，也就是胃绕道、胃袖状切除这类代谢型手术。近年来，减重手术非常流行，连60-70岁的糖尿病患者都被推荐去做，号称一次解决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睡眠呼吸中止、脂肪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把胃缩小一点，或者把小肠绕个路，糖尿病和肥胖一起解决，好像一箭五雕。但是真相很残酷。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在2023年发表的研究指出，65岁以上接受减重手术的患者，术后5年内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的比例超过40%，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是同龄未手术者的 2.3 倍，肌肉减少症的发生率更是高得惊人。接近一半的受试者术后3年内出现严重肌少症。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本来就容易蛋白质摄取不足，胃一缩小，一餐能吃的量变得非常少，肠道一改道，铁、钙、维生素 B12、维生素 D、叶酸、锌、铜这些关键微量营养素全部吸收变差，肌肉流失加速，骨头变脆，头发掉光，皮肤松垮得像漏气的气球。更严重的是，一旦跌倒一次就是髋部骨折，而银发族髋部骨折的1年死亡率高达20%以上，这才是真正要命的连锁效应。还有一个很少被提到的副作用是侵蚀症候群，就是吃东西之后短时间内食物快速进入小肠，造成心悸、冒冷汗、头晕、腹泻。许多长辈术后每天都要在这种不舒服中度过。对于银发族的代谢症候群，其实地中海饮食加上阻力训练，配合新一代的肠泌素药物，例如司美格鲁肽和提尔西帕肽，效果已经非常好。这类药物不仅能降低血糖体重，还能保护心脏、肾脏、脑血管，完全不需要动胃。请记得，老人家不能靠挨饿和节食来瘦，瘦下去的可能不是脂肪，而是救命的肌肉。而老人家最不能失去的就是肌肉。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肌肉就是器官，它能储存葡萄糖，调节代谢，维持免疫。失去肌肉就等于失去半条命。第6种需要特别谨慎的是攝護腺癌的根治性切除手术。男性长辈到了70岁左右，很多人会在健康检查中被筛检出攝護腺特异抗原 PSA 数值升高，切片检查发现低度到中度的攝護腺癌，医师就建议做根治性攝護腺切除术。有些医院甚至会用达文西机械手臂作为卖点，说是微创伤口小，恢复快。但是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一份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 PROTECT 试验显示，对于65岁以上的低度到中度攝護腺癌患者，接受根治手术的组别和接受积极追踪的组别相比，15年后的攝護腺癌特异死亡率只差3个百分点，但手术组有超过60%的患者出现永久性勃起功能障碍，有将近20%出现长期尿失禁，需要包成人纸尿裤，生活尊严瞬间崩塌。更关键的事实是，很多攝護腺癌本身进展极其缓慢。医界有句玩笑话说，得攝護腺癌的老人家大多数是带着攝護腺癌离开，而不是死于攝護腺癌。意思是长辈还没等到癌症作怪，就已经因为其他心血管疾病或自然老化离开人世。
所以现在国际指引越来越强调积极监测，也就是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 PSA， 每1到2年做一次多参数核磁共振或者定期切片，真的有明显进展再处理。即使真的要处理，放射治疗、冷冻消融、聚焦超音波、HIFU 这些非手术选项，对长辈的冲击都小很多，尤其是对性功能和排尿控制的影响都比根治手术轻得多。一个美好的晚年绝对不只是活着，还要有尊严的活着，能自己上厕所，能和另一半有亲密的拥抱，能穿着体面的衣服见朋友，不是吗？讲完这6大手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共通点？年纪越大，身体越像一栋几十年的老房子，哪里敲一下都会连带掉一大片墙，哪里动一下都会引发一连串的后续问题。现代医学有个越来越重要的概念，叫做衰弱症评估，也就是在开刀之前，先用专业量表把长辈的走路速度、握力、体重变化、自觉疲倦程度、活动量全部量化评估一遍。这个评估叫做 FRIED 衰弱指数或者临床衰弱量表 CFS。 衰弱分数越高的长辈，开刀的风险就越大。这个评估比单看年龄、看检验报告重要10倍。举个例子，一个70岁但走路速度慢、握力弱、体重一直往下掉的长辈，他手术的风险可能比一个80岁但还能自己上下菜市场的长辈高出好几倍。可惜的是，目前只有少数大型医学中心会主动做这项评估。很多地区医院为了手术量，医师3言2语就把同意书塞到家属面前，家属心一软一签下去，长辈这辈子可能就回不来了。还有一个医界的潜规则是，不同层级的医院、不同资历的医师，同一台手术的成功率差别可以很大。大型医学中心的老年麻醉团队、术后加护照护、复健资源、营养支持，这些看不见的后勤软实力，才是决定长辈能不能从手术中全身而退的关键。所以，如果真的要为长辈做大型手术，请务必选择有老年医学中心的医学中心等级医院，不要只看离家近不近，或者只看医师的名气大不大。那么作为儿女，我们可以怎么保护爸爸妈妈呢？请记住几个黄金原则。第一，任何70岁以上的大型手术，一定要找到第2位甚至第3位医师寻求意见，也就是所谓的第2意见、第3意见。尤其最好跨科别咨询，内科外科都要听，不要只听主治医师一个人的建议，尤其不能被这个手术很简单，1-2个小时就好，我们经验丰富这类话术轻易说服。第二，一定要主动问清楚手术的30天死亡率、1年死亡率、预期生活品质改善幅度。如果医师说不出具体数字，或者用一些概念模糊的形容词，例如还可以、不算太差这种话来回答，那这个医师本身对这台刀的风险评估就是不足的，请换一位。第三，一定要问清楚手术后的照护计划，包括加护病房天数、住院天数、预期复健时间，家里需要做哪些无障碍改造，是否需要聘请看护，这些隐形成本加起来，往往比手术费本身还要吓人。第四，永远记得姑息不是放弃，保守不是懦弱，让长辈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尊严的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晒太阳，好好和儿孙聊天，有时候比冒险躺上手术台博那 3% 的存活率更有意义，更有爱。我认识一位长辈，80岁那年被查出攝護腺癌和轻度冠心病，子女原本一片孝心，要帮他同时安排2台大手术，后来听从了一位老教授的建议，改走积极追踪加药物治疗的路线。这位长辈后来又健健康康活了整整11年，每天早上晨跑3公里，下午写书法练太极，晚上和孙子视讯聊天，直到91岁那年在睡梦中平静离世。反观当年跟他一起被建议开刀，选择接受绕道手术的老邻居，做完绕道手术后再也没能走路，在轮椅和病床之间辗转卧床3年多，最后因为肺炎暴憾而终。同样是面对衰老和疾病，2个人做出的选择换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晚年。这不是个案，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正在上演的真实故事。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医学进步的方向并不一定总是往多做一点移动，有时候少做一点反而更符合病人的利益，这叫做减法医学。尤其对银发族来说，
不过度治疗，不积极追求零病灶，不执着于把所有检查数字都调整到正常范围，本身就是一种高阶的医疗智慧。很多国外的老年医学专家提倡一个概念，叫健康的延伸，也就是延长的不是寿命的长度，而是健康生活的时间，也就是医学上常说的健康余命。这个概念真的非常重要，你宁愿选择多活3年，但其中2年半卧床在加护病房度过，还是多活2年，但都能自己吃饭走路见朋友？答案不言而喻吧。所以今天这支影片不是要大家完全不开刀，不是要妖魔化医疗，而是要提醒所有人，67岁以后，身体真的已经不一样了。任何一刀下去都不只是刀口的事，而是整个人体系统的一场豪赌。作为子女，我们的孝顺不是在同意书上签字签得最快，不是花最多钱帮爸妈找最大的手术，而是陪着爸爸妈妈好好问清楚、想清楚，找对医师，选对方案，甚至有时候要勇敢地说不。作为长辈，你也要知道，你有权利拒绝任何你不理解、不同意的手术。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你的晚年也是你自己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决定要怎么走完这段路。最后，我想分享一段很多老年医学大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医疗的目的从来不是对抗死亡，因为我们终将一死。医疗的目的是让生命的品质更好，让走向终点的路更有尊严。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哲学，但越是经历过医疗现场的人，越能体会这句话的重量。那些在加护病房里插满管子、意识模糊、被反复电击急救的长辈，他们的家人事后往往后悔不已，后悔自己没有在最关键的那一刻勇敢地为长辈踩刹车。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在真正需要开刀时得到最好的治疗，在不需要开刀时得到最温柔的守护。也愿所有的子女都能在孝顺的道路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智慧和爱陪伴父母走完人生最后这段最珍贵的旅程。